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一说起这个中印关系啊，咱们官方的说法那叫一个诗情画意，龙象共舞。你听听啊，龙呢代表咱们中国，这象啊就代表着印度。龙和象在一起跳舞，这画面多和谐，多美好，对不对？这代表咱们真心实意的希望跟所有邻居，尤其是印度这样的大邻居啊，和平相处，友好发展。但是朋友们，良好的愿望它就像是天气预报。说今天晴天，但出门的时候啊，兜里最好还是得揣把伞，因为冰冷的现实往往会给你来一场措手不及的暴雨。咱们今天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现实，一个把机会主义当饭吃，把强权政治当座右铭的印度政府。这个话题吧有点硬，但别担心啊，今天咱们就用拉家常的方式给它捋直说明白了。咱们中国陆地上有14个邻国，跟绝大多数邻居，什么巴基斯坦、尼泊尔、俄罗斯。咱们的边界问题都是谈得妥妥的，画的是清清楚楚但唯独就是这个印度，这边界线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为啥呀？不是咱们不愿意谈是这个印度那边总是抱着一种我弱我有理，我闹我就赢的心态，总想着拉个大哥给自己撑腰，好多占点咱们便宜。这事吧得从几十年前说起。话说1962年那会儿，咱们的毛主席那是百思不得其解他老人家就想不通，印度为啥非要跟咱们过不去呢？你想咱们俩当时都是难兄难弟，这印度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咱们呢也是被这个西方列强欺负了100多年。这按理说，咱们俩有共同被欺负的历史，应该是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才对而且这个印度当年还跟咱们一起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什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那这些话这印度可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他搞的那个不结盟政策，说白了就是我谁也不跟，我就自己玩。这跟咱们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那也是相当合拍的怎么看中印之间的共同点都应该比分歧点多得多从这个国家发展角度来看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是能搞好关系那对两国人民都是天大的好事这要是关系搞僵了，那绝对是两败俱伤你说这么简单的道理，印度那些政客就是看不清、想不明白他们的眼里就只盯着一样东西。英国殖民者当年坐在这个办公室里喝着下午茶，随手在这个地图上画了一条线，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好比你家和邻居家的院子本来是挺和睦的，那后来呢就来了个强盗，在你们俩的院子中间随便画一条线，说以后这边归你，那边归他。等这个强盗走了，你跟你邻居说，咱俩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那这个线是强盗画的不算数，咱们坐下来好好商量，重新划定一下。结果你邻居眼一瞪，说不行，强盗画的也是线，我就认这条线。你说这事儿气不气人结果呢，大家都知道了，1962年咱们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出手教训了一下。那这一仗呢，把这个印度打的是真疼，也让他老实了好多年。但是疼归疼，这个印度政客心里那个不服气的疙瘩一直就没解开。他们就像个输了家的小孩，这嘴上不说心里是憋着一股劲儿总想着找机会扳回一局。所以几十年来，只要一有机会只要一找到能在背后给他撑腰的大哥，印度就必然会在边境上挑起事端，这几乎就成了一个规律了。最近这些年大家也都看到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大哥是谁这美国嘛。美国一看中国发展太快了，心里不舒服要搞围堵，要拉帮结派。这印度一看，我的天哪，机会来了这不就是我等了几十年的外部倚仗吗？于是乎急急忙忙就冲了上去，把损害中国利益当成了给美国纳的投名状。你美国不是要搞印太战略吗？我加入。你美国不是要搞4方安全对话吗？我参加。那恨不得在美国面前表现的比谁都积极就想着借着美国的手给中国背后捅一刀。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印度那真的是鞍前马后那表现的叫一个忠心耿耿。后来呢，特朗普2进宫重返白宫了，这下可把印度总理莫迪给激动坏了特朗普一上台，莫迪就赶紧飞到华盛顿在全世界的镜头面前给这个特朗普一个大大的热情的熊抱。那个场面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重逢了。
这莫迪心里的小算盘是打得噼里啪啦响啊！我跟辛大哥关系这么铁，这下总可以放心大胆的占中国的便宜了吧？但是呢，这莫迪是千算万算啊，他没算到特朗普这个人，他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生意人。特朗普的人生信条就4个字儿：美国优先。他搞的是一套赤裸裸的生意外交。特朗普跟莫迪说：“小迪呀，你想让美国给你撑腰，去跟中国掰手腕，可以啊，没问题。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得拿你们印度的利益来跟我交换。比如说关税问题。”这特朗普大笔一挥，就给这个印度的商品加征了一大笔关税。莫迪啊，当时就懵了，心想：大哥，我们不是一伙的吗？你怎么还对我下手啊？他想跟特朗普斤斤计较一下税率，结果特朗普啊理都不理，这招直接把莫迪给整不会了，那心里是拔凉拔凉的呀。他感觉自己的一片真心啊错付了。于是莫迪一生气就开始耍小孩脾气了，他掉头啊就向中国这边表达了想要修复关系的意思。这就是莫迪啊为什么会亲自跑咱们天津参加这个上合组织峰会的根本原因了。说白了啊，他不是真心觉得中印友好有多重要，他就是在跟特朗普赌气啊。他想通过亲近中国这个动作来刺激一下特朗普，他心里还盼着呢啊。特朗普一看，哎呀，这个小迪要跟中国跑了，这可不行啊，然后赶紧回过头来给点好处，把他再拉拢回去，到时候他莫迪又能给特朗普一个熊抱了。所以啊，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印度前段时间突然对咱们释放的友好信号，这本质上就是一个短期的投机的外交行为，它不是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的理性选择，而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表演。当然了，咱们中国这边也是门清啊，我们当然知道莫迪心里点小九九，但是啊，我们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外交政策是一贯的，是成熟的，不会因为他赌气，我们就跟他一样小家子气。我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啊，只要你来了，只要你表达你想谈的意愿，我们都把你当成改善关系的机遇。毕竟啊，能坐下来面对面的聊，那总比在边境上剑拔弩张要强嘛。这就是咱们的大国气度。对邻居啊，我们始终讲究亲诚惠容。前些日子，咱们的王毅外长访问印度，双方还达成了所谓的10点共识，听着是挺好的，是吧？但我要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必须得警惕啊！印度政府那种机会主义的本性啊，是刻在骨子里的，根本没变啊。今天他能因为特朗普加了关税而跟咱们友好，那明天啊，一旦这个特朗普想通了，用减税的办法再来拉拢他，哎，你信不信啊？这个莫迪啊会毫不犹豫的再一次扑进特朗普的怀抱，然后中印边境啊就又该有事了。那这种事啊，这个印度真的是干的太多了，我们不得不防啊。除了军事上的防范，还得提防经济上的。现在总有一种声音说，咱们应该把一些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到印度去印度投资建厂。朋友们，这事儿可得三思啊！印度那个经商环境啊，在全世界可是出了名的差。他们对待外资经常是关门打狗，今天给你各种优惠政策，把你骗进去，等你厂子建好了，设备运进去了，明天就能用各种奇葩的理由啊，比如什么税务啦、环保啦、劳工问题啦，给你开天价的罚单，把你的投资吃干抹净啊！这种事儿那是坑了多少西方公司啊，也坑了咱们不少企业呢。我们的企业和投资很可能就是有去无回。所以啊，跟印度打交道，咱们的策略应该是和平友好的大门永远敞开，这是我们的善意和姿态。但是呢，防人之心不可无的这句老话必须时时刻刻的放在心里。想要说服印度从根本上转变他们那种投机强权的观念啊，这比登天还难哦。说到这儿，咱们就要触及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了：中国和印度这骨子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咱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核心是和，我们修长城是为了防御，是为了不被人打。我们的文化基因里啊是崇尚和平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啊，咱们国家强大了，也绝对不会去欺负别人，绝不称霸，这是咱们的郑重承诺，也是咱们的文化自信。但是印度它不一样啊，印度这个国家啊，它很矛盾，它被这个英国殖民了那么多年啊，深受其害啊。但他在独立之后，非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把英国那套帝国主义的侵略基因原封不动地植入到了自己的身体里。哎，你看看印度现在的国家战略啊，
整天盘算着怎么称霸南亚，怎么控制印度洋，怎么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他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呢，就已经在欺负不丹、尼泊尔这些小邻居了。哎，你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印度真的变得非常强大了，它会是个什么样子啊？这印度接受了帝国主义的基因，它是崇尚强权的。一个崇尚强权的国家，一旦强大，必然会走上对外扩张和称霸的道路。所以啊，最后我想说，我们欢迎一个富裕的印度，我们真心希望10几亿印度人民啊，也能过上好日子，开上好车，住上好房。一个和平繁荣的邻居啊，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呢，我们绝不希望看到一个军事上穷兵黩武、外交上野心勃勃的强大的印度。我们至少不能主动去帮助他变得那么强大，因为一旦这个印度的国力啊能够支撑起他那些政治野心家的心态时，他的野心就会无限膨胀，那对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可能是一场灾难。总之，对于印度啊，我们既要有龙象共舞的美好愿望，更要有料敌从宽的清醒头脑。我们要用最大的诚意去争取和平和合作，但是同时啊，也要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去应对它可能带来的各种麻烦和挑战。跟这样的邻居相处啊，就像是在跳一支复杂的探戈。你进一步呢，我退一步，既要保持优雅，又要时刻防止被对方踩到脚。这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实力啊，更是我们的智慧和定力啊。好了，今天给大家聊到这儿啦，大家对于中印关系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